上一集我们讲到，卫青、霍去病在漠北决战中打出了华夏冷兵器的巅峰，风狼居胥，热血沸腾，但在那光芒万丈的绝世武功背后，却隐藏着大汉帝国的财政黑幕。为了支撑这场规模空前的消耗战，大汉帝国的 CFO 桑弘羊举起了一把名叫国家垄断的金融镰刀，将整个大汉底层的平民和商贾彻底格式化成了战争的燃料。今天让我们撕开风狼居胥的热血滤镜，看一看这场伟大胜利背后那笔令人窒息的血泪账本。未央宫的少府库房里散发着一股生兽皮发酵的腥气，几名低阶官吏正冷漠地将一张张白色的鹿皮裁成1尺见方的皮块，然后在边缘绣上粗糙的彩色花纹。这就是大汉帝国在漠北之战后向全国顶级权贵和富商发行的新型法定货币白鹿皮币。它的实际成本不过是一头在上林苑里吃草的白鹿，但在汉武帝刘彻的强制设定下，这样一块散发着腥味的方形皮革法定面值是40万钱。按照朝廷的新规，任何王侯将相在朝见皇帝时都必须花40万真金白银买下这块皮子作为垫子，否则就是大不敬，直接夺爵抄家。这不是什么精妙的金融创新，这就是大汉帝国在彻底破产的边缘对国内高净值人群发起的一次毫无遮掩的现金融资。抢劫的起因是未央宫案几上那本令人绝望的账册。漠北决战的伪光正之下掩盖着庞大的战争消耗，司马迁在案卷中对这场辉煌胜利的后续留下了一笔定损数据。两军之出塞，赛越官及司马凡14万匹，而复入塞者不满3万匹。14万匹战马出塞，活着走回长城的不到3万匹。11万匹代表着帝国最高机动性能的战争载具，永远填进了大漠的黄沙里。为了把一担粮食运到漠北前线，路上拉车的牛马和押送的民夫要吃掉整整192食。当捷报传回长安时，汉武帝刘彻面对的是一个被彻底抽干的国库。文景之治3代人攒了70年的家底已经全部化为灰烬，皇帝甚至只能把代表皇室脸面的武功爵位明码标价摆在街上售卖。帝国的战争机器面临着物理断电的危机，而前期由张汤主导的洗劫只是一次性的存量掠夺，杀鸡取卵之后，民间已经没有多少现钱可以直接去抢了。刘彻需要一套更隐蔽的抽血机制。在这个危险的时刻，一个名叫桑弘羊的洛阳商人子弟带着一套国家资本垄断方案走进了未央宫。桑弘羊接手财务后的第一刀，直接砍向了帝国的金融命脉铸币权。在汉初，为了活跃经济，民间富商和地方诸侯是可以自己铸造铜钱的。这意味着大汉的经济结算网络拥有无数个不受中央控制的发行端口。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商人甚至可以通过磨掉钱币边缘的铜屑来非法获利。桑弘羊的方案是废除天下所有的旧币，将全国的造钱模具全部收归长安，由中央直接下属的上林3官统一铸造。这种新钱被称为五铢钱。汉书《识货志》记录了这项政策的排他性：天下非3官钱不得行，严查非己铸，皆毁以铸其钱。除了中央政府铸造的钱，天下所有的货币全部作废。地方上只要查出私自铸币，一律强制熔毁，铜料没收充公。这不仅仅是统一货币，这是对全国金融结算工具的强制收容。大汉帝国彻底垄断了财富的度量衡。从此以后，民间创造的每一分财富都必须经过未央宫的通道进行结算。统一了度量衡，桑弘羊开始捏住全天下老百姓的生存命脉。在此之前，大汉的盐铁主要由民间富商经营。桑弘羊的逻辑很简单，把这些最赚钱的产业全部收归国有，帝国不收税了，帝国直接下场做唯一的垄断老板。为什么必须是盐和铁？因为这是无法逃避的生物学与农业铁律。人不吃盐，肌肉就会痉挛；农民没有铁犁，就无法打破板结的土壤。桑弘羊精准地锁定了这2项绝对刚需。只要老百姓还要活命，还要种地，就必须乖乖把钱交到官府的柜台上。但当国家机器成为唯一的生产商时，底层的灾难就开始了。官营的冶铁作坊为了追求极致的成本控制和利润指标，采取了一刀切的生产模式。他们不再根据各地的土壤特性制作农具，在需要精耕细作的水田区，官府下发的是沉重笨拙的开荒大犁；在山岭地带，官府强制售卖的是无法入土的劣质生铁。盐铁论随汉记录了老百姓在这场垄断下的绝境：铁器苦恶，假贵或将令买之。官府造出来的铁农具质量低劣，一碰就碎，而且价格昂贵，老百姓觉得不适用，不想买怎么办？地方官吏为了完成朝廷的销售 KPI， 会带着兵丁上门将令买之，强行摊派，不买也得买。大汉百姓连拒绝交易的权利都被剥夺，底层农民被迫购买这些残次品硬件。
许多人被迫退化到用木棍去刨地的原始状态，而他们交上去的血汗钱转手就被装进运钞车，变成了北方前线的箭矢。收割完底层农民，桑弘羊的目光转向了商业流通领域的最后一块蛋糕——物流与空间差价。商人的本质是利用信息差和物流搬运赚钱。桑弘羊决定让帝国亲自下场，吃掉这笔庞大的物流红利。他推出了军书法。按照旧制，各郡国每年都要向长安进贡当地土特产，比如江淮进贡橘子，蜀地进贡丝绸。但这些东西运到长安，不仅运费惊人，很多生鲜在半路就腐烂了。即使运到了，皇室也用不完，只能在仓库里发霉。桑弘羊在全国各郡国设立了军书官，这些官员手里掌握着帝国最庞大的官府车队。当地方把土特产交上来后，军书官不再把他们往长安运，而是直接拉到那些缺少这种物资的邻近省份，就地高价卖掉，把赚到的现钱押运回长安。司马迁在《史记平准书》中记述了这个国家级套利网络的运转模式。都授天下伪书，赵公官制车诸器，皆尊物之贵贱以类相异，动用国家运力垄断了全国的运输网络。国家机器化身全天下最大的二道贩子，根据各地物价的高低进行精准的跨区域收割。民间的私人商队在拥有无尽特权的军书官面前根本无法竞争，最终被成批的挤压破产。商业差价从此成了帝国的专属利润。控制了空间后，桑弘羊在长安抛出了他的终极经济框架——平准法。如果说军书法控制了空间，那么平准法就控制了时间。桑弘羊在长安设立了平准机构，将全国各地运来的物资全部囤积在国家级战略仓库里。这个机构的作用相当于一个宏观市场的操盘手。当某种商品短缺，私人商人准备抬高物价时，平准官就会直接抛售低价储备，把价格强行砸下来。反之，当商品过剩，价格暴跌时，平准官又会动用资金，在最低点将民间货物洗劫一空。名义上这是为了平抑物价，但实质上是大汉帝国亲自坐庄，垄断了全国的定价权。帝国既是裁判员，又是拥有无限筹码的最大玩家。在这场零和博弈中，民间仅存的商业资本被彻底绞杀。在一系列组合拳之后，桑弘羊向汉武帝汇报了他的业绩。《史记平准书》里记载了他那句豪言：“民不义富而天下用饶。”桑弘羊对皇帝说：“您看，我没有给老百姓增加1文钱的人头税，但国家的钱库现在已经多得用不完了。”这句看似完美的汇报，却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最大的谎言。确实没有在账面上增加赋税，但是老百姓吃的每一口高价盐，用的每一把被强制购买的劣质农具，每一笔被军书官吃掉的物流差价，全部都是隐藏在暗处的超级税收。帝国通过垄断商品流通的每一个毛细血管，将民间的高血无声无息地抽干。桑弘羊的这套经济学完美地拯救了汉武帝的战争危机。从帝国生存的角度看，这套制度极其有效。从那以后，汉军依然可以毫无顾忌地跨越几千里大漠去追击匈奴，甚至为了几十匹汗血宝马就发动远征西域的灭国之战。国库里的钱仿佛真的永远也花不完，但这一切的代价是整个大汉社会经济活力的彻底丧失。在国家资本主义的超级垄断下，商人阶层被强制清场，农民被死死绑在贫瘠的土地上。如果你站在未央宫的台阶上俯瞰天下，你会发现大汉帝国这台庞大的国家主机之所以能向欧亚大陆投射出极其恐怖的军事算力，完全是因为它在内部切断了所有民间自主生长的回路。那些倒在漠北风沙里的战马，和那些握着卷刃的铁锄头在田间死去的农夫，在汉武帝的宏大叙事里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这套精密的帝国系统里，他们都只是维持伟大战争运转的燃料与耗材。